今天真的变得那么安静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有点落寞。当你真的没有的时候，当你真的失去的时候，你才觉得哇，有一点舍不得。第一个想法就是3年了，孩子到底从我们身上学到什么？那心里面期待的是教室空了，然后孩子的心满了，带着满满的收获，迎向他们人生下一段的旅程。如果我想象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应该会很寂寞，但是其实也很开心，因为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了，成熟稳重了。虽然我平常对他们真的都是非常冷淡，甚至都还蛮严厉的啦，但是我心里面觉得，他们其实真的还是一群蛮可爱的小孩子。带他们这3年，他们是一群活泼又好动的孩子，但是跟他们相处的时光，让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是最难忘的。其实我也很不要当一个黑脸，可以跟他们一起开开心心的。我相信毕业以后跟他们的关系就会到了朋友的关系。其实这3年，我感受过很多次他们的贴心，其实我每次对他们的贴心都是感动不已。比较忧心的，其实他们能不能很顺利的到下一个求学阶段，确实是让我觉得会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。布告栏上的苹果树，我想这就代表他们的纯真吧，因为我这个班的孩子真的是很天真、很纯真的一个班。觉得每个地方都很有故事啊！你之前做舞龙的那个布置的时候，每个地方都有留有他们的痕迹。其实就是在讲台上，整个这样看下去，你就觉得说这些孩子他慢慢的在成长。应该是教室布置的地方，有时候常常盯着教室布置，看着看着就会想到这3年来的很多事情，我们就是这样一起走过来的。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全班28个人的身影。非常热爱打排球的班级，所以他们下课也打排球，放学也打排球。我觉得他们包容力很强，对，就是没有逃走。对，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。他们的组成分子非常的妙，不好控制，但是可以期待。说真的，他蛮热心的，你叫他去做什么，他们都会义不容辞。他们自己会说他们的班像一个动物园，可是很奇怪，他们就会自动呈现一种神奇的天伦画面，就觉得好像这还是一个温馨的班。应该是说他们好笑的事情就是全部都是同一款的，就是为了一些很奇怪的点，很小的点，就会莫名其妙的爆笑。他如果是静默，然后呢就都不说，我就会比较暴气。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其实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坦诚，然后把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讲出来。然后有时候会为了怕孩子有些人会听不清楚，想要再重复问他们一些话的时候，然后有些人就会都不看你，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生气。不断的提醒，却1次又2次漫不经心的忘记，这样的态度是令我最不开心的。他们对同学有一种中华文化5000年的那种宽容并蓄的精神，跟他们在一起，真的是让我觉得是很愉快的时光。可是当他们为了自己想要的荣誉，他们去争取的时候，这时候他们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光辉。今年母亲节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一张卡片给我，我也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们谢谢的一个老师。如果我有一双很宽大的肩膀跟手臂，我很想要张开我的双手，然后把他们全部抱起来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。就是他们，常常会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谢谢你帮我们做什么事情。老师，我爱你。”然后呢，那种带着开窍的眼神，然后跟你说，
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进步了。那我买了一个金榜题名的小蛋糕，亲手送给他们的时候，有几个孩子抬头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一定会考好。”那时候我很感动。现在最希望他们就是好好的为未来努力。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看好自己，然后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啊，你一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所以要祝福他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看见自己的好，也看见别人的好。然后我想要送给你们一句话：走在前头的人未必一帆风顺，大器晚成的人也可以有后发的优势。我希望呢，他们呢也可以带着这种温暖人的心呢，继续呢到下一个阶段去感动一些跟他们有缘分的老师。不管如何，只要他在正确的路上，我都会支持他。谢谢你带我回到热血勇气的疯狂年代。谢谢你让我震撼于满腔倔强，淬炼成耀眼的力量。谢谢你让我见识坚定执着的运动家精神。谢谢你让我懂得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泪水都是美好的学习。谢谢你让我学到分享的快乐。谢谢你让我明白年少轻狂也有细腻如织的温柔。谢谢你让我见识到一场团结力量大的毅力竞赛。谢谢你让我相信3年的师生情怀是一辈子的朋友情谊。谢谢你。